夫君在朝堂上有个唇红齿白的死对头，两人一个掌行政，一个掌监察，每月在朝堂上互对弹劾，斗了3年没停过，连皇帝都笑称少了谁都不热闹。直到我被他的死对头诬陷通敌，皇上还未表态，他却主动把身怀6甲的我绑进天牢。苏大人没真想置你于死地，但他话既已说出口，你若不入天牢，他便成构陷了。我自会想个周全的法子接你出去，你再等等。我情绪激动，大哭道：难道他不是构陷？大家好，欢迎收看皮皮听书。他没来得及应我，属下便来报，苏大人在朝堂上弹劾您包庇罪犯，皇上让您即刻入宫。他闻言只是无奈一笑，留了句等我消息就匆匆离开，甚至没看到我身下流淌的大片红色。暗处的男人趁机走出来，现在跟我回去还来得及。我刚想回应，眼前突然晃过大片弹幕，不是，这个女配怎么磨磨唧唧的？不早点和神秘男人走，我们女主怎么恢复女儿身和靖哥哥亲亲贴贴？她还搁这儿怪靖哥哥狠心呢，都不知道她没保住的那个孩子压根不是靖哥哥的。咱这可是双节文，香香的靖哥哥可是为女主守身如玉3年了。身下的红色越来越多，我感觉自己的意识开始模糊，却强撑着最后一口气，等等。天牢里又冷又潮，身下的稻草黏腻一片。昏沉中，我听到断断续续的声音，孩子月份浅，险些就没保住。这位娘子身子太虚，日后务必精心调养，否则恐再难有孕。靳大人说了用极好的药，这才吊住了元气。孩子保住了，这个孽种居然保住了。他该不会以为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吧？笑死！他不走，难道是发现了这个神秘人是妍妍派去诱惑他的？妍妍也是为了办案，如果做经女配真的受了蛊惑跟他走了，那也是他自己畏罪潜逃自找的。还好识趣没跟他走，这个神秘人后来把他送进大山，给村里的光棍生2个孩子，收了一大笔钱。等2年后做经女配受够了苦日子，抛弃子女回来争夺男主时，妍妍才能用这个作为把柄，让男主对她彻底失望厌恶。大女主文就是爽啊！我猛地睁开眼，划过眼前的又是这些虚空漂浮的字，他们管自己叫弹幕。他们又一次提及我肚里的孩子并非晋池的骨肉，还有那个我一直以为是我母族派来接我的人，竟是别人精心安排用来彻底摧毁我的工具。胃里忽然一阵翻腾，隐隐抽痛。狱卒突然开门，晋池披着朝露进来，见我缩在干草堆上，他快步走来，脱下锦缎外袍裹住我。浅浅，是为夫的错，在朝堂上参了他一本，害你受罪。你暂时委屈几日，苏衍的性子你知道，不让他出了这口气，后续更难收场。我只是轻轻抬眸看了他一眼。入狱第几天了？我不记得，只记得他第一次来，我顾及腹中胎儿，求他先按律法保我出去，他让我谅解。而这一次，他一来又是让我吞下委屈，好没意思，以致我也没什么想说的了。这座经女配不走，还摆出一副死人脸给谁看？他不走就更惨了，妍妍已经拿到了他养父和西域商人通敌的账本了，他的养父一族要被他连累倒大霉了。我身子微微一顿，养父母的遗物一直被我收在地下库，他是怎么拿到那账本的？心里划过疑虑的同时，也有了答案。我苦笑一声，让晋池有些不明所以。他再度规劝，浅浅，这几日若是苏衍来探监，你切莫再惹他不悦。他虽毒舌，但……晋池，我打断他，泪珠颤动欲落。若他下次在朝堂上直接呈上所谓的铁证，非要我死呢？晋池反手握住我，指腹轻柔地擦过我的眼角。傻浅浅，有我在，怎会让你死？何况他语气放缓，你腹中还有我们的骨肉，他苏衍再不通人情，岂会不顾晋家血脉？他岂会不顾？他为何会顾？看着他自以为掌控一切的模样，我最后一点犹豫也散了，轻轻抽回手，不再看他。晋池，我要出去，不是等你周全的那日，是现在。晋池握住我的手，加重了力道。浅浅，
天牢岂是你随随便便就出去的？若你无罪释放，便是公然打苏衍的脸，与大局无异。大局？我抬眼看他，夫君的大局里可曾有我和孩子？大周律例明载宽待孕妇，你明明可以先将我保外候审，暂离这污糟之地，却宁可我在此煎熬，也要全他苏衍的颜面。他眉头蹙紧，似有不耐，却又强压下去。正因有你们，我才更要谨慎周旋，以求万全。咳。他未说完，已被我剧烈的咳嗽打断。晋池看我这般孱弱，到了嘴边的拒绝咽了回去，转为无奈的妥协。你莫激动，我这便去设法替你周旋，争取保外。晋相要去何处周旋？清冷的声音自牢房入口响起。苏衍一身绯色官袍，正站在那里，不知已听了多久。他面容清俊，却附着一层薄霜，目光直射向晋池握住我手腕的那只手。我止住咳嗽，眼底只剩一片冰冷，弹幕瞬间疯狂翻滚起来，幸灾乐祸几乎要溢出虚空。正宫察岗，这冰冷的质问，我死了。修罗场虽迟但到，打起来。晋池转身将我和苏衍隔开，语气也冷了下来。苏大人何时也做起听墙角的勾当了？本官要去何处，还需向你报备不成？苏衍唇角勾起一抹冷笑，走近几步。下官岂敢过问晋相行踪？只是恰巧路过，听闻晋相似乎欲为案犯办理保外，特来提醒一句。此案事关通敌，陛下尚且关注，晋相此时欲行方便，恐惹瓜田李下之嫌，于您清誉有损。苏衍，晋池声音沉了下去，你休要含沙射影，本官行事自有分寸，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下官身为御史，纠察百官，匡正律法，正是分内之责。苏衍毫不退让，甚至又逼近一步，整个人都贴上了晋池。若晋相执意要以权干预司法，下官明日早朝，说不得要好好参奏一本，请陛下圣裁了。来了！每月恩赐的朝堂夫妻档辩论赛预演，演演好凶，我好爱。晋哥哥快对回去，赌一个辣条，晋相最后肯定妥协。他哪次真的赢过演演了？演演别等了，把作精他爹和那个西域商人的秘密账本拿出来，铁证如山。晋池保不住，你……晋池气得指着苏衍，半晌却像是猛地泄了气，狠狠一甩袖，好你个苏衍，本官不同你争，此事暂且搁下。他回头复杂地看了我一眼，你好生待着。说罢，他大步流星地离开。苏衍目光扫过晋池离开的背影，落回我身上。晋夫人，他的声音带着点刻意找茬的无礼，你的案子没什么可说的了，痛快点画押，把你那些同伙都供出来，你还能少受点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养父那本账记的无非是些药材买卖、人情往来，鸡毛蒜皮，跟通敌八竿子打不着。苏大人无凭无据，就这样冤枉于我的夫君绝不会坐视不理。冤枉？哪个犯人不说自己冤枉？他居高临下的逆着我，晋池他到底是怎么看上你这种？话说到一半，似觉得失言，他转而道：本官没空听你在这儿哭哭啼啼编故事，给你最后一天时间，痛快点画押，不然就别怪本官不客气。牢门再次哐当一声巨响，重重关上。弹幕再次狂欢，演好就不该给这个女人好脸色。原本她和神秘男人走了，演看在晋哥哥的面子上，找了督察府那个横死的小妾当替死鬼给掩盖过去。她好歹能活多2年，非要留下来，真是自找死路。我心底一片冰寒。苏衍，你这份公正下的私心，可真是昭然若揭。晋池去而复返，脸上带着一丝如释重负。浅，他走过来，陛下念你怀有身孕，特准保外候审，暂回府中休养。他说的含糊，但我知道，这必然是他与苏衍又一番激烈交锋后，勉强争取来的结果。晋哥哥连给演当3个月人肉板凳，演累了，随时可以坐他腿上批奏折，这种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都能答应，是真爱无疑了。上次那座经想让他当一下垫脚石，摘个性子，他都嫌有失体统。演快坐。
做他的宰相架子。要不是这做京女配赖在这里不走，还吃不到这把糖呢。果然，我垂下眼，任由他扶起我虚弱不堪的身体。天牢之外，眼睛还未能适应太阳。他贴心地替我挡了挡，扶着我上了车。一路无话，彼此的心思都不在此处。马车尚未抵达府门，便被一骑快马横拦停下。车外传来苏衍进士焦急的声音：“晋大人，我家大人旧疾突发，呕泻不止，一直唤着您的名字，求您快去看看吧。”晋迟未有反应，似乎也不打算回应。可我却清晰地感觉到他握着我的那只手僵了僵。那进士又催了一句，他终于松开我的手，语气刻意压着急促：“阿宁，你先回去，我去就回。”随即转头对着车外，带着十足时的嫌恶：“催什么？告诉他，若真就这么死了，本官定在灵前狠狠参他一本代治之罪。”话刚说完，他已掀开车帘，跃下马车，头也不回地朝着苏府的方向快步离去。这口是心非的劲儿，磕死我了。晋哥哥要是知道这就急指的是每个月都来的月事，要是知道呕血是指，哈哈，好甜。我安静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街角，忍不住笑了。我和他本来不是这样的。那年在塞外相知相爱，他一身傲骨，竟肯折腰，跪着求我和他回大周，许我一世安稳。大婚当日更是给足了我体面，生怕我日后被人轻慢。那时宾客满堂，我却只记住了他半搂半扶着的那个喝得烂醉的同僚。我以为他们是感情顶好的兄弟，谁知没多久，这位同僚竟成了他在朝堂上寸步不让的死对头。两人每月在金銮殿上唇枪舌剑，斗得你死我活。他每日下朝回来，都会咬牙切齿地同我抱怨苏衍今日又如何刁难，如何可恨。那时我玩笑说，这位苏大人若为女子，怕是倾国祸水，才让夫君你这般挂心。他只是笑着摇头，苏衍性子倔强孤拐，是男子便已这般难缠，若为女子，还不知要怎样。如今想来，那笑里究竟藏了多少欲盖弥彰的心虚。婚后我们亦恩爱有加，并非没有同房。不到半年，我就怀上了身孕。那日消息刚传出去，苏衍却在朝堂上发了疯般攻讦晋迟。下朝后，竟直接冲到后院，推搡间害我失了那个孩子。晋迟抱着虚弱不堪的我，却替苏衍辩解，说那绝非他本意。他近日心中郁结难受，多喝了几杯，失了分寸，并非真的针对你。虽是政敌，但我了解他，还不至于用如此下作手段报复家眷。我们还年轻，孩子以后还会有的，这次的事就看在我的面子上，算了吧。他轻描淡写，将我丧子之痛归于一场意外。后来我才从旁人的零星碎语和打趣中得知，原来他与苏衍曾拜于同一位老师门下，是同窗挚友，形影不离。两个男人竟曾互许过10年内彼此都未能取得心仪之人，便一起辞官归隐，相伴此生的约定。婚姻这场豪赌，我原是愿赌服输的，可我不能接受弹幕所说，我付出一切都是他们这段惊世骇俗感情里的工具人。若他真的为苏衍守身如玉至今，那3年与我缠绵的是谁？那2个孩子的父亲又是谁？心口那片冰凉骤然成冰。我闭上眼，对车夫淡淡吩咐，去督察府。回到府上时，天色已晚，还未踏入院门，便听见里面传来一阵熟悉的争执声。我轻轻推开虚掩的厅门，苏衍竟在这里。他只着一身素色长服，脸色有些苍白，斜倚在软榻上。晋迟正坐在榻边，手里端着一碗红糖水，眉头紧锁。逞能，明知自己受不得寒，昨日在牢里那般阴冷之地待那么久作甚？如今病了，知道难受了。他一手端着药碗，另一只手甚至自然地伸到苏衍背后，轻轻将他扶起一些，那般细致周到，是我运气偶得昏天暗地时都未曾得到过的温柔。苏衍蹙着眉，避开药勺，声音依旧带着刺，不劳尽相费心，嗨嗨，下官病死，岂不正合你意？胡闹！晋迟的斥责里听不出半分怒意，赶紧喝了。若真病死了，明日早朝谁再来给本官添堵？
啊啊啊！靖哥哥嘴上凶巴巴，动作好温柔，磕死我了。正牌夫人还在门口站着呢，有点尴尬了，哈哈。尴尬什么？我们演演才是真爱。他就是个挡箭牌。弹幕残忍地划过，我看着自己的夫君和他的死对头在家中上，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一个嘴上嫌弃，一个看似抗拒，心中有根刺，在这一刻狠狠扎透心底。原来偏心可以如此明目张胆，原来不爱真的如此明显。晋池终于察觉到我的存在，抬起头，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浅浅，回来了？去哪里了？不是让你回府就好生歇着，怎么又乱跑？我平静地看了他一眼，没回答他的问题，目光转向榻上的苏衍，对方只是眼唇低咳了一声，没有半分问候与客套。从前我只当他是不拘小节，如今看来不过是仗着某人的偏爱，有恃无恐。我将目光转回晋池，夫君让苏大人到我这个保外候审、身负通敌嫌疑的范夫家里，就不怕惹上瓜田李下之嫌，损了您铁面无私的清誉？晋池脸色一滞，顺手就将方才喂给苏衍的那碗红糖姜茶递向我，语气带着一种刻意的撇清。你这人那张嘴，平日里又得罪不少人，在朝中树敌无数，身边连个知冷知热的人都没有。我怕他真死在那里，我日后上朝还不习惯，这才不得已让他暂躺在这里歇口气。你寄回来了，正好，这姜茶还温着。他将碗又往前递了半分，你便把它给他灌进去，然后立刻赶他出门，省得在这里碍我的眼。我平静地接过递过来的碗，晋池脸上刚露出一丝总算懂事的缓和神色，下一秒，我手腕一扬，直接泼向了榻上的苏衍。啊！苏衍被泼了满身，猛地从榻上弹起，深色的液体迅速浸透他素色的长服，湿漉漉的布料紧紧贴在身上，勾勒出不属于男子的柔软曲线。苏衍脸色煞白，下意识地环抱住自己。晋池惊骇万分，猛地脱下自己的外袍，一个箭步冲上前，迅速而严密地将苏衍裹紧，挡住那惊鸿一现的秘密。他将他护在身后，转头看向我，眼神里是前所未有的愤怒。辛浅，你疯了！他厉声喝道。我没再看他们，也没听晋池后面说了什么，转身走回我那冷清的后院。关上房门后，从装匣最底层取出一个小瓷瓶。我不会像弹幕说的那样，2年后还回来给他们添堵。我要让辛浅这个名字，连同他所有的爱恨痴缠，彻底死在大周。从此天高海阔，再无相府夫人。卧槽，他要吃什么？不会是毒药吧？肯定是演戏。等会儿吐点血让靖哥哥心疼愧疚，玩的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那套。看来我这次没按着那该死的剧情走。这些无所不知的弹幕猜不到我手上拿着的是什么，那更好了。我没再犹豫，仰头引进。几乎就在同时，房门被猛地推开，晋池带着一身未散的烦躁走进来。浅浅，他叹了口气，你愈发不懂事了。他的话在我平静无波的目光中戛然而止，或许从未见过我这般神情。他愣了一下，终究软下语气，我知你因他入狱，心里有怨，可他尚在病中，你怎好趁人之危，去跟苏大人赔个不是，今天的事就过去了。我没把他的话听进去。晋池不再迂回，直接将那张早已备好的纸推过桌面，我们和离吧。晋池脸上的表情瞬间僵硬。还和离？以为这样就能让晋哥哥后悔吗？笑死！晋哥哥干脆把和离书签了，我们妍妍刚刚在客房已经把身子给你看了呀，都坦诚相见了，还犹豫什么？我心中冷笑，却没什么其他的感觉了。婚姻起事儿戏，你说和离便和离，你将我晋池当什么人？他逼近一步，高大的身影投下压迫的阴影。就因为我去照料了一下生病的同僚，你何时变得如此善妒不容人？善妒不容人？我看着他扭曲的俊容，心底一片冰凉。假死药的药效似乎开始隐隐发作，心口泛起诡异的钝痛。我轻轻笑了一下，掩盖不适。同僚，晋池，
你还要自欺欺人到几时？苏衍是女子这事，你早就知道了，不是吗？这句话让晋池的表情转化为一种极致的惊愕。让我猜猜，我语气平稳，他今日是不是终于忍不住对你吐露了女儿身份？是不是诉说了多年隐藏的苦楚？而你是不是又心疼了，怜惜了，觉得亏欠他了？他被我问得节节败退，干脆发了火。你胡说什么？晋池厉声打断我，苏颜怎么可能是女子？心浅，你真是病得不轻。就算她是女子，也改变不了任何事。她依旧是我的政敌。说完这句话，他便摔门而去。整整2日未归，我把侍女喊过来。梅秋，还有几日便是皇家秋猎，王公贵族齐聚京城，倒是热闹，但我怕是挨不到那个时候了。我交代你的事，你可都记住了？梅秋急忙点头，记住了。我点头。我还有样东西，要你帮我去督察府。梅秋急忙应好，看着我苍白的脸色，担忧道：夫人，您莫要胡言乱语，奴婢这就去找相爷，让他把宫里最好的太医请来。我笑了笑，摇头，不必了，太医来了也没用。他要拿什么东西给李督察？你们还记得那年的皇家秋猎吗？妍妍想要借机告诉靖哥哥她是女儿身，便把坐经女配迷晕了，包了她的女装换上，结果靖哥哥喝醉了，眼睛根本看不清人。坐经女配因为被包了衣服，光溜溜的过于惹人，被军营其他人给玷污了，结果怀上孩子。靖哥哥顾及坐经女配的颜面，选择压下，一心一意照顾她。妍妍不想靖哥哥戴这么大的绿帽子，才故意去把她推倒流产。弹幕疯狂地涌过，我忽然哇的一声，一大口暗红的鲜血直接喷涌而出，现场触目惊心。夫人，来人啊！再次醒来时，晋池眉头紧锁地坐在床边，见我睁开眼，他立刻俯身过来，浅浅，感觉如何？我偏过头，避开他探向我额头的手。晋池的手僵在半空，脸色微微沉了沉。你何必这样吓我？太医说了，你脉象虽然虚浮，但一切正常。他语气带着明显的不悦和失望。你如今竟也要用这种方式来同我耍小心机了吗？耍小心机？我心底冷笑，喉间又泛起那股血腥气。那假死药的玄妙，岂是寻常太医能号出的？我要的从来就不是他的心疼怜悯。不死的话，我根本逃不了。我刚想开口，晋池便自顾自地解释起来，语气里带着欲盖弥彰的坦然。我是去照顾苏衍了，但我只是出于同僚情谊。毕竟他在这京城也无亲无故，我若不管，还有谁管？你何必总是揪着不放？哈哈哈，同僚情谊？谁家同僚下边可写你要亲自去擦啊？坐经女配那天果然喝了毒药，看这样子是撑不过今天了吧？早点死了也好，2年后就没有白月光回归了。我冷冷一笑，我根本不知道他之后又去了苏衍那里。没有争辩的力气，我选择略过。望着床顶的帷帐许久，我才问出那个盘旋在心底最痛的问题。晋池。他听到我叫他，凑近了些，以为我终于要服软。我闭上眼，我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晋池凑近的动作立刻顿住，看了我一眼，才含糊其辞道：当然是我的。浅浅，你真是病糊涂了，怎会问出这种荒唐的问题？卧槽，他怎么会问这个问题？晋哥哥，快告诉他真相！气死他！算了，别说了，给他留点脸吧。第一个孩子因为妍妍失手，连父亲是谁都不知道。第二个孩子是他为了给妍妍守身，找了自己的傻子哥哥播的种。那傻子哥哥还被他锁在地下室里，等日后弄权时拉出去挡灾呢。弹幕的只言片语像一块拼图，猛地嵌入那些欢好的夜晚。黑灯瞎火，不太确定身体的特征，但我清清楚楚看到他的轮廓，与我的夫君无异。原来晋池的双胞胎哥哥并没有死。一股彻骨的寒意，比那假死药的药效更甚，瞬间席卷了我的四肢百骸。我抬起手，用尽此刻全身残余的力气，狠狠地扇了过去。晋池彻底懵了，难以置信地捂着脸转回头看我。心浅，你疯了啊！他猛地站起身，
像是受了奇耻大辱。你可以打我，可你不能这般不可理喻。就因为苏衍是女子，你就能这般疑神疑鬼，像个泼妇一样动手打人。他语气里满是失望。女子怎么了？他从未以此要求过什么，甚至比任何人都更努力地凭实力站在朝堂上。他待我坦荡，从未有过半分逾矩，哪像你现在这般心思龌龊，只会用这种下作手段来争风吃醋。你扪心自问，你可有他半分对我的信任？信任？我险些快不认识这两个字了。我没再说话，连最后一点微弱的余光都不再给他。沉默和无视激怒了他，晋迟冷笑一声，一字一句地砸下来。好，好得很。心浅，你既如此冥顽不灵，执意要活在自己的猜忌里，那便随你。你若非要觉得我与苏衍有染，那便是有了。你若认定我偏心亏待了你，那便是亏待了。从今日起，你便好好待在这院子里，哪儿也不准去。你不是喜欢吐血装病吗？那就吐个够。我会加派人手好好看顾你，你最好安分些，别再耍那些上不得台面的心机。至于你富足那些烂账，他语气愈发森寒，我会亲自好好的查。若真查出什么来，届时就算你吐干了血，也休想我再怜悯你分毫。说完，他猛地拂袖转身，摔门而去。屋内重归死寂。晋哥哥好凶，但是好帅，就该这样治治他。看他以后还敢不敢做。确认他离开后，终于无法再压制那汹涌的药力，猛地侧身，又是一口暗红的血呕了出来，溅落在床榻边。意识开始模糊，身体逐渐变冷。很好，晋迟，这狠话我收下了。等你查清一切，等着你的就是一具冰冷的尸体。还有我送你的大礼。翌日的中午，我强撑着最后一丝清明，换来了梅秋。他显然为我忧心一夜，眼睛红肿不堪。交代好身后事后，我给了他一大笔钱。我死后你就赎了身，去城西榆林巷置办的那处小院，那里僻静，没人会找到你。梅秋泣不成声，只是拼命点头。奴婢记住了。夫人您别说话了，已经派人去请相爷了，他很快就回来了。我摇头，他不会回来的。我早已算准了日子，往日苏衍因月事休沐，总有7、8日。他不上朝的日子，晋迟定然被他以各种理由绊住，更别提如今与我闹了别扭，他更不会踏足这令他厌烦的院落。唯有如此，我才能将这丧事顺利办完。意识彻底沉入黑暗前，我最后看到的是梅秋决绝地擦干眼泪，转身去执行我命令的背影。相府挂起白帆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飞遍京城。起初无人相信，不知道是谁传出去，说相爷夫人前几日才演过装吐血、闹和离、伯父君关注的戏码。晋迟在苏衍的别院里得知消息时，正是如此想的。苏衍倚在软榻上，语气却带着惯有的讥诮。又来了，这次连白事都办上了。晋相还是快回去看看吧，免得夫人真做出什么过激之事，届时后悔莫及。话是劝解，实则拱火。晋迟在苏衍面前最爱面子，此刻觉得颜面尽失，对来报丧的下人烦躁的一挥袖。既然死了，一切就按规矩办，该发丧发丧，该停灵停灵，不必再来问我。本是舰长，竟敢咒自己死，我看他如何收场。他刻意在苏衍这里待得更晚些，可朝中同僚们却不能把此当作事儿戏，毕竟白事为大，礼仪纲常不容轻忽。于是无论真情还是假意，表面功夫总需做足。吊唁的官员及家眷开始陆续登门，向府门前车马见筹。灵堂设得仓促，却依旧规整。前来上香的同僚络绎不绝。晋相的地位摆在那里，而这位相爷夫人心浅，在世时也素来以贤惠温婉、处事得体闻名。虽近日常有风波，但人既已去，诸多是非便也暂且搁下。他们瞻仰了棺椁里一动不动，看似被病魔折磨过的女子。再想到这位夫人本是孤女，在京中并无半个血亲家人，如今连丧仪丈夫都未曾露面，难免也从心底生出一丝唏嘘与可怜。哀乐低回，衬得这满堂素白愈发凄清。
李督察是最后一批来的官员，他面色凝重，上了香后找到梅丘，沉声道：“人尽已去，入土为安。陛下已有旨意，念及种种，准予火化，即刻办理吧。”也算全了最后一份体面。梅丘跪地谢恩，泪如雨下。火化之举就在相府后院进行，许多尚未离去的吊唁宾客都目睹了这一幕。烈火熊熊，将在场所有人眼中最后的疑虑烧得干干净净。第二日傍晚，靳迟才带着几分刻意拖延后的不耐烦，以及被他硬拉来给我道歉的苏衍，回到了相府。马车刚到巷口，他便察觉了不对劲。相府门口竟挂着晦气的白色灯笼，恼怒里莫名渗入一丝不安。他大步踏进府门，满目缟素，来往仆从皆身着校服，面露悲戚。靳迟脸上不耐烦地吼道：“这是怎么回事？夫人闹，你们也陪着闹？”管家扑通一声跪地：“相爷，您终于回来了，夫人她已经火化了。”胡说八道！靳迟彻底没了脾气。火化？他又在耍什么花样？真是无法无天了。他一把推开管家，大步流星朝着后院我们的院落走去。辛浅，你给我出来！他猛地踹开房门，闹够了没有？你以为这样我就会？房间静得可怕，让他的话卡在了喉咙里。屏风立着，他却一眼看到后边那张我最爱躺的软榻不见了。梳妆台干净的像是从未有人居住过。一种空旷的死寂让他心头猛地一跳。辛浅，他的声音不自觉地低了下去，绕过屏风，床榻之上锦被叠得整齐。他人呢？靳迟猛地回头，盯着跟进来的梅丘，叫他出来。梅丘跪在地上，重重磕头，声音哭得嘶哑：“相爷，夫人已经去了。奴婢多次派人去寻您，禀报夫人病危。您说，我说什么？”靳迟理智在崩塌的边缘。梅丘一字一句地重复着他说的话。派去的人回报说：“相爷您说死了就直接拉去火化了，一切仪式照常，不必再来烦我。”李督察大人也带来了圣上的旨意，夫人的遗体已然火化了，一切仪式照常，不必再来烦我。他踉跄着后退一步，撞在屏风上，所有表情瞬间退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一种极致的茫然的空白。不可能，他喃喃自语，太医说了，他身体没问题。他又在骗我，他一定是躲起来了。苏衍站在门口，看着靳迟瞬间失魂落魄的模样，下意识地想去扶他。靳相，靳迟却猛地挥开他的手，像是疯了一样在房间里翻找。他打开每一个柜子，掀开每一处可能葬人的角落。辛浅，你出来！我知道你在这儿，你出来！嘶吼声在空旷的房间里回荡，却得不到任何回应，只有跪满一地的瑟瑟发抖的仆人，还有窗外渐渐沉下的再无生气的夜色。在他亲口下令火化了的时候，下人也把所有与他有关的东西烧了干净，他连他最后一点存在的痕迹都没有留住。做经女配他居然死顿了，他不是应该2年后回来继续做妖吗？他这一死，岂不是让靳哥哥一辈子都忘不了他，一辈子都活在对他的愧疚里？那我们妍妍怎么办？按剧情，他在牢里就跟神秘人走了，靳哥哥后来气他不顾大局，任性自私，才转而跟妍妍敞开心扉啊。现在剧情走崩了，他这么一死，成了靳迟心里永远抹不去的白月光了。妍妍还怎么上位？靳迟现在这反应明显是信了他死了，而且火化了，众目睽睽之下烧了，这还怎么回来？靳迟像是疯了一样冲出院子，不顾一切地朝着督察府疾驰而去。李承则怎么敢不等他回来就烧了他的夫人？他冲进督察府，一见到人，靳迟一把揪住他的衣襟，双目赤红。李承则，谁给你的胆子？谁准你动我的人？谁准你把他火化的？李承则被他拽得一个趔趄，却并未反抗，只是慢条斯理地整理了一下衣襟。靳相，对方一副公事公办的表情，
下官是奉旨行事。奉旨。晋池像是被这2个字狠狠掴了一巴掌，踉跄着松开了手。李承则看着他，缓缓补充道：晋相，负责通敌案的苏大人休沐多日，对贵夫人的死活不管不顾，案情悬置，蒙冤难雪。本官昨日听闻噩耗，心中不忍，特意入宫，想求皇上立即下旨，将贵夫人的案件移交三司会审。莫要一拖再拖，务必早日查个水落石出，还贵夫人一个清白。他语气微顿，带着一丝讥诮。谁知陛下听闻夫人已去，只是摆了摆手，叹道：人死灯灭。既然晋相已有决断，便特许火化为安，此事不予追究了。如今贵夫人骨灰都凉了，您再来这儿闹，似乎不妥吧？晋池猛地后退一步，脸上再无一丝血色。昨日他在气头上，似乎却有宫中内侍寻到了苏衍别院，隔着门谨慎询问是否需要派遣太医过府诊治，或是宫中是否需要有所表示。而当时的他正被苏衍以头晕乏力为由软语缠着，被这接二连三的打扰弄得万分无奈烦躁。竟想也没想，便对着门外厉声扬声道：不必，既然他那么想死，烦请陛下直接下令火化了，一了百了。原来是他自己，他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走出督察府的，脑子里嗡嗡作响，只剩下奉旨火化骨灰凉了这些字眼在反复切割他的神经。回到相府，苏衍还等在那里，他迎上来：你回来了，节哀顺变，切莫太过伤怀，保重身体要紧。若是往日他这般温言软语，他或许会觉得熨贴，但此刻这关怀却像针一样扎在他心上。他猛地抬头，积压了一夜的怒火、愧疚、恐慌，终于找到了一个宣泄口。苏衍，你为何非要参他通敌之罪？那些证据根本经不起推敲，你明明知道，你为什么非要置他于死地？苏衍被他突如其来的质问吓了一跳，但那抹惊吓很快就被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取代。他看着晋池，猛地扯开了自己的官袍前襟，将里面紧紧束缚的胸部扯开，弹出令人惊讶的弧度。你问我为什么？晋池，你难道真的看不出来吗？因为我嫉妒他，我嫉妒得快发疯了。他泪珠滚落，就因为我想要仕途，也想要你，可我又必须扮成男人，就只能眼睁睁看着你娶她，看着你对他笑，看着他拥有我梦寐以求的一切。我受不了。我知道那些证据不足以定罪，也不是要他死，我只是不想你眼里只有他，想让你看看我。他说着，竟扑进晋池怀里。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有我的，你一直遵守着我们在私塾时定下的那个约定，对不对？你说过的，等我们都各自成了家，娶了妻子，便要一起交出彼此的第一次，作为我们之间最特别、最隐秘的连结。所以这些年，你明明娶了她，却从未真正碰过她，守身如玉。这些难道还不足以证明我们才应该是天生一对吗？晋池被他这突如其来的告白和举动惊得猛地后退一步，下意识推开了他。苏衍撞在桌角，疼得闷哼一声，脸上涌现出巨大的羞辱。你推开我？晋池，你这些年若对我真的毫无意思，为何明明身为死对头，却对我处处照顾？我病了你就心急如焚，我遇到难处你总是暗中相助，你甚至记得我所有的喜好和禁忌。你告诉我，这难道都是假的吗？晋池被他问得哑口无言。是啊，为什么？为什么他会对这样一个处处与自己作对，逼死他妻子的人，给予那么多超乎常理的关注和纵容？他遵守君子间的约定，没有碰过辛浅，又顾及辛浅想要个孩子，才让那个和自己长得一样的兄弟代为行事。他笃定辛浅这辈子都不会发现这事，他们的感情也不会有任何影响。可此刻，一股前所未有的悔恨缠紧了他的心脏，勒得他几乎窒息。自己这些年都做了些什么？明明那般辛苦才求来的妻子，那个为他远离故土，为他忍受委屈，为他付出一切的女人，被他用所谓的大局和亏欠一步步逼到了绝境。他甚至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上。啊！晋池低吼一声，
一拳砸在身旁的梁柱上，指骨瞬间破裂，鲜血淋漓。可命运并未给他太多喘息的时间。不过短短数日，一场更大的风暴骤然降临。李承则于早朝之上悍然上奏，一连抛出2道惊天弹劾：一旦御史大夫苏衍女扮男装，欺君罔上，滥用职权，构陷忠良，草菅人命；二弹当朝宰相晋迟鸠占鹊巢，囚禁并谋害嫡兄。原来那位痴傻不堪、常年被幽禁的嫡兄晋渊，才是当年惊才绝艳的状元郎。而晋迟用了卑劣手段窃取兄长成果，并将其毒害至痴傻，长久囚禁。满朝哗然。晋迟听着那字字如刀的弹劾，本想辩解，可看到辛浅留下的绝笔书，字字句句指证他偷龙转凤。看到李承则拿出了这些年来他在朝中诸多见不得光的灰色手札与密信，他忽然哑了声。相府那么大，机关密室处处，守卫森严，外人绝不可能如此精准地找到这些隐秘之物，除非是辛浅要毁了他。最终圣旨下，苏衍女扮男装，欺君罔上，构陷朝廷命妇，更谋害李督察小妾之命，数罪并罚，赐白绫自尽。晋迟窃取功名，谋害和囚禁朝廷重臣，德不配位，削去所有官职爵位，流放3000里，至北境苦寒之地，终身服苦役，永不赦悔。显赫一时的丞相与御史，顷刻间身败名裂，下场凄凉。多年后，北境苦役营，晋迟早已被漫长的苦役和风霜折磨得形销骨立，不复当年风采。那日公休间隙，他蹒跚至边境小镇集市采买物资，人群中一抹熟悉的身影骤然撞入眼帘。他容颜未改，更添风韵，正牵着一个小男孩的手，笑意温柔。而在他身旁，细心为他撑着伞，眼神清澈的男子，竟和他长得一模一样。一瞬间，所有的真相如同惊雷般在他脑海中炸开。他没死，他生下了晋渊的孩子，甚至将他带到了塞外一起生活。而当初主持火化的李督察，恐怕正是用了那枉死柳姨娘的身体作为替身，在李代桃僵之计下，暗中换走了他。他疯了似的拨开人群，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带着哭腔：浅浅，是我啊，浅浅，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回来我身边好不好？我们重新开始。然而他的手还未触碰到他，便被一伙气息冷冽的人拦下。为首之人冷冷开口：想对我妹妹做什么？妹妹。晋迟猛地愣住，难以置信地看向辛浅。妹妹？可浅浅不是孤女吗？原来你就是晋迟。男人认出了他，看来你还不知情。我乃南疆暗影卫统领，也是浅浅一母同胞的亲兄长，怕你因他的身份引来不必要的麻烦，他与家族决裂，远赴大周，还谎称自己是无依无靠的孤女。可你倒好。对方语气变得森寒：你把他欺负得那么惨，害他险些一尸两命，如今他好不容易获得新生，你还有脸再来纠缠？晋迟如遭雷击，僵在原地，所有想说的话都堵在了喉咙里。原来他从始至终根本不配拥有他，眼睁睁看着那一家3口其乐融融地走远，消失在人海。世界在他眼前轰然倒塌，他失去了所有，权势、名誉、爱人、孩子，甚至最后一点苟延残喘的意义。当天夜里，北境苦役营冰冷的工棚内，晋迟用磨尖的碎石割开了自己的手腕。意识模糊间，他似乎又看到了那年塞外那个爱笑的异族少女。他微微抬手，笑着说出当年他说过的话：浅浅，跟我回大周，我会给你一世安稳，此生不负。全文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每天上新精彩小说，喜欢就订阅吧。